好了，各位，今天中午的直播呢，就是我之前讲了，因为实在做了太多题目，现在做不完，所以我们今天中午就当做来纪念诺曼底登陆超过一甲子。这个时间点很特别啊，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哎，奇怪，你不是讲国际趋势吗？你怎么今天讲到诺曼底登陆来了？但我要讲的是啊，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等一下慢慢的跟各位分享。这是82周年诺曼底登陆。我们今天的定场诗是：当年雾锁因吉利，万箭衔枚夜渡兵。八字光阴弹指过，天罗地网战场明。千弹轰山山不倒，孤竹仰首听风声。将军犹梦雷霆盛，下个滩头谁点名？有网友问我午餐吃了没？还没有，没空吃。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中午这场直播呢，要跟大家讲的是82年前 ，exactly 82 years ago， 82年前的此时此刻，15万盟军正冲上诺曼底滩头。然后我们今天做这一篇呢，是因为有一位站在最前线报道了8年战争的男人呢离任，他要调去政治最前线华盛顿，所以他在《经济学人》上面特别发表了长篇文章。他说82年前的这个诺曼底登陆哦，再也没有办法打了，再也不可能会成功了。台派呢抄乌克兰的作业是彻底的抄错。这个作者本身来过台湾好几次，他第一线采访，他也去过乌克兰，他实际告诉你，乌克兰的背后是波兰，台湾的背后是海。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就是我们的6月6日断肠时，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啊，诺曼底登陆82周年哦，经济学人的国防主编8年的告别作，乌克兰140万伤亡，伊朗挨了13000枚的弹药不死，台海是永远打不成的诺曼底。我们会讲到 Shawshank Joshi 奥马哈滩头。Barakta TB2 Excalibur 神剑炮弹地狱景象 Hellscape， 我们开始啦。今天中午的内容呢，比较走知识性，比较走历史性，所以有一些平常没见到的网友，即时雨 LCW 这个平常晚上都看不到你们出现了。所以来，各位一边听直播，你一边吃午餐。我还没有时间吃，我等下吃个水果什么的吧。来，你们先看一下手机上面的时间，82年前的这个时刻啊，大概再过40分钟左右，在82年前的1944年6月6号，法国时间清晨6点30分，换算成台湾时间正好是中午12点30分。第一波美军的这个旱鸭子啊，登陆艇的舱门放下来，砸进奥马哈滩头的浪里。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2栖登陆作战的 H hour， 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做便当吃饭的这一个时间。15万6千人，6939艘舰艇，超过11000架次的飞机，一天之内攻上5个滩头。我跟你讲，这场登陆战82年之后回看，这场登陆能成功，靠的不是人多，靠的是一个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是一个奇迹的事情，就是 invisibility， 藏得住隐形。盟军搞了一个情报作战，叫Operation Fortitude 七离作战，充气坦克、假的木头飞机，凭空捏造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由巴顿将军挂名指挥，驻地电报补给单据都在加莱这个地方，因为它离德国的欧陆本土最近。
但是驻地电报补给单据全部是假的，德军情报单位接收到的无线电流量跟真的驻扎了一个集团军一模一样，所以希特勒当时都以为是加莱要登陆，他全力守护加莱那个地区的侦察观测，没有想到登陆是在诺曼底。结果呢，希特勒到登陆当天还死死盯着加莱，只要加莱没有问题，我们就没有问题。他认定诺曼底的登陆只是佯攻，他把装甲预备队按住原地不放。15万人渡过英吉利海峡，对手猜错了地点。在线上的各位啊，这就是1944年的战场啊，雾是真的雾，战场迷雾是真的战场迷雾，你看不到我，我就把15万人开到你家门口。为什么今天要从诺曼底讲起？因为这一集的主角呢，是我看了很多年《经济学人》的国防主编，叫 Shevchenko Joshi。下上课乔西啊，上期呢6月4号还6月2号那一期，刊出了他8年任期的告别作，整篇文章讲的是一件事，那种藏得住15万人战争早就死了，死在哪里 ？Operation Overlord 大君主行动再也不可能发生，没有，不会了，这个解剖刀一刀砍下去。死在乌克兰东部一个叫做米尔诺赫拉德的小镇。2026年的2月，乌克兰的部队想要增援镇里面残存的守军，连开车都不行，开车都开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俄军的无人机飞手躲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盯着每一条路，士兵只能徒步躲森林，只差没有匍匐前进，一点一点的渗透进去，进去要花好几个礼拜，出来可能要等你打败仗，或者变成尸体送出来。82年前，你藏着住15万人，今天你连一个步兵都藏不住。今天这一集，我们的中午特别集数，在周末说，我以后再考虑周末要不要也审慎的思考，我2天中午我都开，因为大家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些比较冷门的话题。看到画面没有？我们今天特别做的图表就是这个意思。藏得住，靠着欺敌，靠着隐藏的战争已经寿终正寝。1944年的诺曼底，15万6千人，只要躲在英吉利海峡的雾里面，雷达看不到，空军看不到，侦察看不到。2026年的乌克兰，1名步兵要进去救援，要花数周。这是一个新的透明战场，感测器加精准火力加网路，把一切都改变了。而台湾有很多人还不愿意面对，还不知道。那怎么样呢？我们要从一个历史的悲剧开始讲起。你记得那个法兰西斯福山，最近每天都被人家笑到他后来忍不住出来说：“我搞错了，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当年写了一本书，那很硬，那个我有看完，叫《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讲的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彻底打败了共产主义，他觉得太好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商业战争，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打仗了。那结果呢？结果他错了，他不但错了，而且他大错特错，世界又重回新冷战时期。在这个透明战争里面，连尿尿都有危险。陈开仁讲的没错啊，因为当你空中的那一个无人机是用热成像在看你的时候，你尿出来一道热热的水，在地上又流一大滩，你他妈就死定了。所以啊，我们把时间倒退回2018年9月，这个 Shevchenko Joshi 的英国智库研究员他收拾了他的办公室，
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他办公室收一收，外面在英国结果出现了这个华府的华盛顿国会大厦。但不管，反正你叫 AI 做图就会有这种瞎鸡巴做。但我们将就着看。我后来做封面已经做到长不像我也可以，我就随便做了。这个 Josie 离开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叫做 RUSI， 这是全世界最老牌的国防智库。1831年的威灵顿公爵创立的。他从国防智库走进经济学人的编辑部，接下了国防主编这个位置，其实看的就是战争。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们猜2018年的时候，国防主编是什么样的工作？我跟你讲，那是一个没有新闻可以写的工作啊。2018年的时候，这个人离开那边，他想要去养老了，你知道？他去经济学，第一个。经济学人呢，本来没有那么重视战争，因为他重视的是经济、贸易跟政治。战争已经消失了，所以这家伙 Josie 是准备去养老的。他想说，哎，我就是像日本一样一个窗边的退休族，就坐在窗边，然后我就等没有事。哎，这是一个快要没有新闻可以写、没有战争的工作啊。你回想一下2018年的世界 ，ISIS 的地面政权刚被打垮，阿富汗战争在收尾，美国的战略圈在讲什么？讲贸易战，讲5G，讲华为。欧洲在讲什么？讲脱欧。整个西方主流的共识是，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啊。大家就是戎剑助离，就像那个太平年的概念一样。那我们从此就是太平啊！战争是上个世纪，是20世纪的事情，是历史课本的章节，不是新闻版面啊！当年的德国军队缺零件，缺到直升机飞不起来，因为已经没有东西得了，没有对抗了。苏联已经瓦解了，没有人在意德国军队的直升机飞不起来。英国陆军规模缩到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小，没有人在意。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相信用不到了嘛，然后结果这一位主编 Josie 上任不到8年，他经手报道的世界变成你现在眼前这个烂样子。是什么烂样子？是人类有史以来战争最多的烂样子啊！光是2025年1年，我都可以想象 Josie 说：“看。”妈的！我本来想要轻轻松松的，结果现在变这个鬼样子。6月6日断肠时，今天我们来回顾发生了什么事情。2025年全世界的国家级冲突总共有65场，65场是1946年2战以来有记录最高的，而且有8场是国家对国家。俄乌跟以色列跟伊朗的战死数几乎都是破1000，甚至有上万的，一年就死这么多人。这是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是乌普萨拉，不是骗人部哦，不是乌索部哦，是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的研究。2025年全球有65场国家级武装冲突，65场。65场这是什么概念？这是194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比冷战最热的时候还多。其中8场是国家打国家，俄乌以1、2场年度战场死亡破1000。你看奥斯陆和平研究所讲的更直接，他说过去4年是冷战结束以来全世界最暴力的时期。各位在听直播的同学啊，你2018年是不是也觉得战争离我很远？我也觉得。各位你不孤单啊，哈佛的平克教授2011年写了一整本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他说什么？人类越来越不暴力了，战争正在消亡。政治学者 Mueller 2020年还在说，过去30年只有4场像样的国家间战争。
Mueller 这场文章发表之后没多久，普丁就发动了1945年以来最大的欧洲地面战争。啊，选者的时机感哦，真的是反指标。有的时候真的很精准，精准的反过来。这一章的结论真的很简单。Josie 在2018年走进编辑部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接的是一个夕阳产业，跟台湾的袜子、毛巾产业一样，结果他接的是一个即将爆发的成长股啊！顺带交代一下这个人的分量，没得有同学以为他真的就是想要退休写稿的。这8年来，他亲自跑了乌克兰，跑了以色列，也亲自来过台湾。他专访过泽伦斯基，专访过北约秘书长，甚至专访过英国这个军情6处的处长。他自己的国防周报就是那个 Newsletter of Defense， 全世界有几万个吃这一行饭的人订阅。我讲白一点，这个人不是名嘴，不是评论员。他每个礼拜产出的东西，如果跟国防有关，都是实打实比智库还要强的内容。他是整个英语圈国防分析的水龙头之一。所以等一下，当这个人对台湾讲出重话的时候，你不能用一个外国人唱衰台湾带过去。我等一下会讲。而他这8年看到的技术变化，等一下我们会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分析，解释为什么那些以为战争已死的人错得这么整齐。来，我先念一下斗内啊，大家中午还蛮开心的嘛。玉豪起重说迷你抖一个，周一上班再来听回放。然后欧弟说给超认真没有休假日的朱大一点点支持。OWTS 说迷你抖一个给朱大喝饮料。这个坏掉龙酒说请支持停车长禁止担任阿拉巴老朱命案站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这个泰德送了一个闪烁。金盏花说小小抖那一下为知识付费。顺带一提啊，我们的抖内赞助、我们的购物、我们的带货、我们的 LINE 的社群哦，都已经在置顶连结里面，请大家点选就知道了。那所以这个龙龙酒最近可能会看到比较多的人加入，你就看看，很有可能是我们这边一家伙进来的。我今天中午就不定目标了，反正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不用那么麻烦的讲。坏掉的纪元说居然有直播，你昨天晚上我直播在睡觉是不是？我昨天有说今天中午会直播啊，因为诺曼底登陆这么重要的时间，怎么可以不直播嘞？来，我们刚讲完了，我们打破了你的幻觉，然后要告诉你，消费性电子战争为什么变成现代的战争机器的一环？因为这才是真相。什么真相？来，我把大家的错误幻觉打碎，告诉你。第一个，把大家的和平战争打破的第一个工具，不是美国货，不是俄国货，是土耳其货啊！据说是土耳其总理埃多干的女婿开的公司，叫做 Bayraktar TB2， 拜拉克塔 TB2 无人机。这东西长什么样子？翼展12公尺，巡航速度比高速公路上的重机还慢，挂4枚小型导引弹药。以美军的标准啊，就是一个玩具啊，就是一个瞎鸡巴做的东西啊。美军自己用 Predator、用 Reaper 的无人机猎杀目标，是从911之后几个礼拜就开始了，那是超级大国的专利，贵、复杂，要卫星线路。TB2 不一样 ，TB2 就是空中飞的一台小速克达，声音又大又慢。但是问题是，他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切入管道，就是给
买不起超级大国装备的弱小国家用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理想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后呢，他3战封神，哪3战？我给各位看，这个是有趣的一个记录。那你各位看一下，我还认真的做了一个动画，你就看一下吧。Bayraktar TB2 在3个地方封神。哪3个？你一边看动画，我一边告诉你。第一站是2019年利比亚，利比亚国防军打到迪里波里城下 ，TB2 帮忙把攻势挡了下来。第二站，2020年叙利亚还有纳卡战争，亚塞拜然用它把亚美尼亚的坦克防空阵地一个一个点名，点到就死，点到就死。无人机镜头拍下来的触觉画面直接接上网路，全世界的国防部都看傻了。第3站，2022年2月，基辅城外，乌克兰也从土耳其买了 TB2， 它加入阻击俄军的装甲纵队。我先讲清楚啊，免得有同学以为 TB2 是无敌星星啊，就不是。他在乌克兰的成功其实又局部又短命，真正挡下俄罗斯部队的主力是炮兵，而且俄罗斯的主力呢，很快电战部队就抓到他的频率了，所以根本打不了仗，根本就是会被干扰。那怎么办呢？就他妈换别台啊！那你说要怎么样？我们继续往下说。那他最大的战果是宣传片啊，但是宣传片也是战果，好不好？不要抱怨，宣传呢也是战果。重点不是这一台机器本身，是它背后的供应链逻辑。除了大国之外的中等国家，现在也可以买，也可以做无人机了，而且战力不弱。各位有空赶快按赞啊！目前线上同时我看到490人，各位赶快按赞啊！到500，中午没事干的同学就会越来越多跑来听直播。来，家里有小米机器人的各位呢，你应该就明白。传统军火、坦克、高端飞弹、炮弹，它供应链是封闭的、慢的、贵的。无人机呢，它的供应链长得跟你的手机、跟你的扫地机器人一模一样。消费电子、马达、镜头、晶片、电池，全球供应链现货供应。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战争的迭代速度从10年一代变成6周一个版本。6周一个版本哦，不是开玩笑的。来，什么意思？因为就像我身后的这张图讲的一样，战争已经越来越像 APP 了，越来越像 App。它无人机的迭代速度了，每几天就更新一次程式码，每6周就有大型软体升级，每6个月硬体就直接换代了。供应链变成消费电子模式，不再是传统军火模式了。所以台湾去买那个什么 Endurio 的无人机真的是很蠢，你就是为了要讨好他，所以难怪他创办人现在跑来台湾啊，妈就是要拍马屁呀、就是要拍马屁呀、来，这代表战争的迭代速度啊，从10年一代变成6周一个版本。英国整合作战中心的指挥官史特拉斯丁讲了一段话，让人背脊发凉。他说：“你的无人机程式码每几天就要更新一次，每6个礼拜要做一次大的软体升级，每6个月硬体就要换代。各位，这是 App 的开发节奏，这是科技业的 Sprint。战场上一代一代的科技起来又倒下，而前线阵地只移动了几百公尺。最后啊，我们要做一个结论：土耳其的 TB2 啊 ，Bayraktar 教会全世界一件事。”打一场战争的入场券，从此跟开一家手机公司差不多。问题是，土耳其跟乌克兰是认真的要做
战争兵器，而台湾连他妈卖双麒麟的公司都要来吃这一行饭，还跟我讲说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很认真的。你看他盖了一个风洞，盖了一个厂，干那是因为党赏饭给他吃啊。我有认识已经做无人机20年的人，到现在拿不到政府标案了，那怎么样？那怎么样？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军火工业只是为了党的小乖乖捞钱的时候，没有用啦。全世界的战争已经变便宜了，那台湾还不知道，台湾还在那边装傻。只要战争变便宜，战争就会变多。所以我们第一章的那张图表，65场1946年以来最高的数字，有一半就是这样来的。来，我念一下斗内哦。坏掉龙九说，尽管加群任何时间都行，因为龙九是不睡觉的。进群请详阅版规，并回答非常简单的问题，不然会被消失。也请被误踢的朋友提供 ID 解封。西屯金正恩说，感谢大家今天波荣北上，帮我把心意带到，让今天的事情顺利圆满。这份帮忙我记在心里。接下来回程的路上呢，请大家多注意安全，祝愿大家回程平安顺心，也祝各位高铁旁边坐满小姐姐，路上巧遇霸道富婆带大家飞，也可以逛逛台北啦，不要只跑一个地方，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3章啦，刺激吧！空拳坟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做这一个标题？是因为这个就惨了，这个就惨了。台湾没有真的要打仗，台湾只是要捞钱。那第3章的这件事更惨了，它证明了，就算你有全世界最贵的空军，你还是可能输给拖鞋加步枪，因为阿富汗来了。对啦，台湾有茶叶行，有装潢行，有卖皮鞋还是什么东西的，做军火，你觉得打得赢吗？打不赢啊！阿富汗是空中武力的坟场，这个坟场的历史比你想象的久。1980年代，苏联的 Hind 雌陆直升机在阿富汗山区横着飞，结果美国人给这些阿富汗战士送去刺针飞弹监射的 Manpad， 一个人扛着就能用。苏联空军从猎人变成猎物，最后整个帝国陪葬。然后换谁进去？换美国自己啊！2001年进去，2003年小布希亲口说，塔利班被打得很惨，已经 effectively out of business， 实质上倒闭了，倒闭咯。倒闭咯，倒闭怎么搞的嘞？倒闭就不营业了嘛。结果呢？2017年，川普第一任期加码轰炸阿富汗，北约驻阿富汗部队司令尼克尔森将军挂4颗星，对全世界宣布，塔利班不可能在战场获胜。Joshi 在告别作里面接在这句话后面只写了3个字的英文，我直接念原文给你听。Reader, they won。各位读者啊，他妈的塔利班赢了啊！塔利班赢了啊！就这样，没有了，没有但书，没有多加一个解释，西加一个解释，没有。2021年8月，美军撤离喀布尔，塔利班开着美军留下的悍马车进城，20年投入了2兆美元，13000个日夜的空中优势，输给一个没有空军、没有卫星、没有半导体产业的组织。神学式政权一瞬间让所有在阿富汗留下来的学校文化、西方世界的遗产全部倒退回解放前。各位啊，如果你觉得有美军空优就稳了的各位，这一章就是专门讲给你听的。空中优势啊，能炸掉看得到的东西，但是战争的胜负永远取决于看不到的东西，意志、地形、时间，还有对方根本不在你擅长的棋盘上跟你打仗。
塔利班的战术手册只有1页，你非你的，我等我的。等到华盛顿的政治耐性稍晚，山还是我的山，因为山就在那里。这边先埋一个伏笔啊，我们等下后面会正式开箱解释一个理论，叫做贝洛克症候群，也就是相信只要火力够现代、够猛，就一定能分出胜负的那种病。阿富汗是这个病房里面躺最久的病人，但他不是最后一个。最后的结论是，轰炸可以改变地貌，但改变不了政权的耐性。美军在阿富汗用20年示范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后面会再提到，又在另一个国家用更高的科技把同一件再示范了一次，而且还是输。这个 TLTW 说，除了暗战，同学们有空宣传一下老朱谈海南的那一集，刚刚回台落地，跟3年前相比，转变进化的吓人。老朱看到了我们这些工人没看到的深度。不，行程不要再说去越南了，是每次看是你感觉在缩小，好不好？现在是不去海南岛，不知经济那么好。我改天再把那一篇改成一个短文来跟大家介绍好了，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来试试看。谢谢 TLTW 的建议。来，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阶段。再回顾一下，阿富汗真是空拳坟场。你有了 air superiority， 你有了空优，但是没有用，他妈的就是赢了。你花了2兆美元，20年永远都空中掩护，结果美军在那边死了一狗票人。好，这边就妙了，这是一个很特别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2022年的基辅 50-50 ，The Night of 50-50 ，50-50之夜，这什么事儿呢？我们把镜头拉回2022年的这个基辅 Kiev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慢慢的跟各位说。俄军开战第一波，照教科书打，飞弹先砸毁乌克兰的防空阵地，要一夜之间把乌克兰打瞎，复制第一晚清空敌方防空的剧本。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飞弹精准的命中了空地。因为乌克兰收到情报预警，开战前夕把大批防空系统搬家了。顺带一提啊，同时间泽伦斯基的那个 Dynasty 别墅还在盖哦。他明明收到了情报，但是他没有叫国内做好准备，他还在盖自己的豪宅。难怪国内会说这个是贪腐。乌克兰把大批的防空系统开战前就搬家了。俄军的飞弹打在防空飞弹跟阵地上个礼拜还在的地方，而俄军的目标更新速度太慢，等他们搞清楚东西搬去哪里，乌克兰的防空网已经活下来了。Josie 啊，在告别作里面讲得很重，他说如果俄军当时的目标更新够快，立刻补刀打掉搬家后的防空系统，整场战争的走向可能都不一样。俄罗斯到今天都没有拿到乌克兰的制空权，种子就是在第一晚种下的。各位注意哦，这跟第0章的诺曼底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1944年盟军赢在我藏得住，我躲在这个浓雾里面，我躲在情报的隐藏里面，我藏得住。2022年的乌克兰活下来，赢在我搬得快，你看得慢。战场透明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单行道。你在看我的时候，我也同时想办法让你看到假的，然后，俄罗斯的电战部队开始反击了，而且他打出来这8年，我认为最该被低估的一个数字，是过去国际间都没讲，台湾也想要买 Excalibur， 台湾也想要买神剑炮弹，也想要买那个拐，干那个炮弹名那个
自走炮的名字叫什么？忘了，没关系。我们也想要买那个射程40公里的自走炮。Excalibur 是 M982 神剑 GPS 导引的155公里炮弹，一发10几万美金，号称指哪打哪。刚到货的时候呢，命中率高达70%啊，70%哦。结果呢？结果他妈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呐、各位。俄罗斯的电战部队开始反击。几个月之后，俄军的 GPS 干扰全面延伸执行，命中率从75%掉到多少？掉到6%啊！你没看错，从70%掉到6%，一发10几万美金的智慧炮弹了，准度比二战的铁炮弹高明不了多少。各位。这就是现代战争的残酷迭代。再聪明的武器聪明的部分都是电子讯号，而电子讯号是可以被淹死的。它整个被 GPS overflow 覆盖跟 phishing 整个弄颠倒了，而且只有6%的话，射3发也只有18%哦，好不好？来，2021年的某一个晚上，这个严重了。后来双方为什么后来会缺155公里榴弹炮？是双方根本就复古，用光纤线控无人机，就像二战线导鱼雷的现代版，线拉多长飞多远，你干扰个屁！而且整个炮阵地变成了一个火海齐发，就是我们用密集炮轰，我们根本不讲准度，他妈一轰就轰你一整个战线。但是同样，对方的无人机飞过来之后，你一个炮也在接。来，对啊 ，TW 快子说，所以去莫斯科玩 GPS 都不准。我们有一个在莫斯科留学的网友，他说他妈的前几天那个乌克兰无人机砸到他家附近的那个公寓，看他觉得很害怕。我们还有4分钟，盟军就要在86年前的诺曼底发动登陆了，希望大家一切平安。还有一个晚上，在2022年的10月，乌军反攻，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威胁克里米亚。美国的情报圈内部评估，如果克里米亚防线崩溃，俄罗斯动用战术核武的几率是50%，50%，55开，一半一半，就像丢铜板一样，啪啦，是人头还是字？那个秋天，2022年的那个秋天，人类离广岛之后第一次核武实战，只隔着1枚铜板的距离。后来紧张降下来了，但 Josie 提醒，紧张降下来不代表红线消失啦，只代表没有人知道现在红线画在哪，什么时候用核武你不知道啊。这句话你先记着，第8章讲台海的时候他会回来的。所以2022年交给世界2堂课，第一课呢，情报跟速度可以抵消火力，乌克兰靠快速搬家活了下。第二课，所有挂着 smart weapon、smart bomb、smart bombshell， 所有挂着智慧2个字的武器，都有一个笨蛋开关，掌控在对方电战部队手里。TW Christ 说：“我跟你讲，那个俄罗斯的 GPS 跟那个莫斯科的手机断讯，那是政府弄的没错，因为他怕被手机引导跟 GPS 引导，然后砸中莫斯科的关键点。”小莱说：“我去莫曼斯克的时候，机场有一次防空警报，俄罗斯人都不紧张，妈的，你来台北看妈万安演习啦，干我们的人都在路上。哦，好了没？可以了吗？”让我躲去百货公司趁机逛街啊，让我来这边躲一躲啊，我在路边吃个便当啊，好不好啊？
干，这才是真的妈装死装到一个极限，好不好？但问题是不是不怕？是他妈我们以为永远不会发生。那好，怎么样呢？来，这张图哦，我建议各位可以好好的看。这张图我建议各位好好的看。为什么要好好的看？请你注意，这个描述的是在一个冰雪封冻的枯树林里面，这一名士兵呢，看着天空的无人机，在他妈躲无人机。为什么要躲无人机？因为他发现你了，他就会嘲笑你，然后追杀你，然后把你活活弄死。而且你被弄死的那个影片会被上传到网站上。乌克兰有一个天梯排名，是照这个领钱，照这个买武器的。对啦 ，TW 快车在俄罗斯，他常驻啊，我记得就你啦。来，这一个段落我们要讲数字。先说好，这一章的某些段落没有办法开玩笑，因为数字背后就是人一个一个的尸体。第一个数字是什么？30公里啊，各位，30公里 ，30 kilometer。无人机的 Q zone 的纵深是什么？请各位青鸟这些傻逼觉得打仗没关系的人搞清楚一件事情。乌克兰前线的杀戮带是多长？30公里，双方无人机都罩住，任何会动东西都会被猎杀，都会被炸爆，都会被无人机撞上去，把你活活炸死。2022年的时候啊，纵深是5公里而已，你他妈比一个短马，比一个迷你马还要短。今天呢，常态性的达到30公里。什么意思呢？30公里就是从台北车站到桃园机场，整段路天上随时有眼睛，看到就打，卡车不能开，战车不能动，士兵用走的，贴着树林，算着云层，一段一段爬，一段一段爬。所以换句话说，你真要用无人机打仗，从你家走出去30公里之内，都他妈是解放军的猎杀带，都是猎杀带。那要打仗吗？真的好吗？你开心就好啊，你开心就好，好不好？我们就不多说了。来，接下来这一章呢，更严肃了。但既然严肃，我们他妈就要做一个动画给大家看。这个动画是什么？这个动画就是这一章。来，这场战争打到目前哦，我们看数字，有的是估计的，有的是官方公布的，但是正在交战双方根本不可能公布真正的数字。经济学人估计，俄军开战至今死伤110万到140万人。有提到的说，公里的台语念作公里啊，公里哦，公里哦，哦好。来，经济学人估计啊，俄军开战至今死伤110万到140万人，换算下来，全俄罗斯50岁以下男性每25个人折损1个人。乌克兰的绝对数字比较低，因为防守方占便宜，也因为乌克兰用机器人替人扛了很多风险。光是2026年头3个月，乌军的无人地面战具就跑了超过24000趟任务，运补后受伤员，机器去人不去，但是乌克兰人口少，按比例算，开战前18到49岁的男性，每16个人折损1个人，每16个人。来，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哦。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假设是什么？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们做一个换算。台湾18到49岁的男性大概490万。如果台湾承受跟乌克兰同样比例的损失，那个数字是30万人，30万人啊！
823炮战，台湾的上一场战争叫823炮战，全岛动员也没有这么多人，每一个给我在那边靠背说什么打就打，干我国尊严胜过一切，打就打，我抗中保台一定死磕到底。你要先看这个数字10秒钟，他妈台湾的青壮年18到49岁要死30万人，30万人哦，各位，你停下来想一想，你身边认识多少18到49岁的男性？他这个里面要死掉1/16呀，每认识16个人就死掉1个，好吗？就这样，你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你不害怕，让我很害怕。这真恐怖，好吗？受不了。你看哦，我的 AI 多小心，还要讲台湾数字是假设型预测，不，假设型的换算不是预测，它非常有效的避免我被抓去关。但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讲。然后是天上那个东西本身，天上那个东西本身。双方现在每天都生产数千架 FP1 自杀无人机，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杀无人机。飞手戴着那个眼镜 goggle， 像打电动一样，1对1猎杀。Joshi 的文章里面有一段了，我原本犹豫要不要讲，后来想说算了，这就是现在的事，现在的战场就讲吧，残忍归残忍，没办法。一架乌克兰的 FPV 逼近一名俄军士兵，那个士兵指了指旁边那个战壕的同袍，一直说杀他，不要杀我。无人机在空中停了一下，飞过去，对着壕沟里面那个人投弹，然后他飞回来，对第一个士兵又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你当叛徒，他妈最后乌克兰人也会死。来。这段影片是美国陆军训练与准则司令部自己拿出来当教材的。法律上这可能不违反战争法，两个人都还没有丧失战斗能力。但是各位，这已经不是我们认知里面的战争，不是我们认知的 engagement， 不是我们认知的 engagement 了。因为它是远端遥控的1对1的触觉，这样子的影片被配上重金属音乐，在网络上当娱乐内容流通。它的英文叫做 war porn。还有活着回来的人，这个主编有去采访过那些活着回到自己家乡的老兵啊，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仍在离战场几百公里的后方。还是把窗帘拉死，灯调暗，走在路上会不自觉的抬头看天。心理学叫做过度警觉，一个无人机的马达声就能让一个成年人瞬间回到杀戮战场。而且所有这个主编能访问到的乌克兰士兵都是断手缺脚的。因为乌克兰的动员令到现在没有解除，3年了，最早被动员的人到现在还不能退伍，残酷吧？来，深吸一口气，我们把这一章做一个结束。Engagement 是交战 ，Rule of Engagement 叫 ROE 交战守则。不是订婚哦，所以你可能跟你老婆订婚，大概跟交战差不多。来，深呼吸啊！干 TW 筷子说他在俄罗斯住久，就这个感觉。大家还好，还在俄罗斯妹阵啊，麻烦带几个俄罗斯血统回来，好不好？来，
杀戮带教我们的事情是，透明战场没有让战争变快、变干净，它让战争变成绞肉机，加上直播镜头。前总司令啊 Zaluzny 说，大规模机动战已经不可能达成了，因为卫星随时盯着你，要等到机器人对机器人时代才会回来。各位喝口水。下一个段落，我们来看看有人不服气，以及不服气的人讲不讲得出道理来。来，谢谢何小 BB 送了100颗宝石。台湾不可能打3年啊！你想都不要想啦！他妈的！来，各位，这是我们带货的利龙蜜，下个礼拜我就会在大雨滂沱之中，照样风雨无阻的去邮局送蜂蜜。还有，我们本台又决定要认真的开始带货书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减商，还有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都准备重开介绍了，重开这个导购了。因为实际上那个卖书不赚钱，可是我认为在这个世代里面，看书是一种宝贵的事情，需要多多支持。不管是减商，不管是什么幸福庄里面的不幸福，还是什么那个小说，我都很推荐。如果各位支持的话，我们会再带领大家去看更多值得看的书，我保证都是我看完的书，因为在北京我看了很多书，好不好？所以这个就请各位多多支持。来，还有啊，这个烤玉米，我们又卖了200多包出去，所以快要卖完了。请各位如果喜欢吃这种烤零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观光客很爱买，但是我们的农会职员们很怠惰，一定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带货不算，所以我好不容易进了几百包，很快就要卖完了。然后同样，还有这个战时必备的罐头啊，各位，台湾可能撑不到1年2年，但是我们的罐头呢，让你可以在那个要打仗的时间里面，有好吃的羊肉炉可以吃，然后有好吃的麻辣烫，你买了2组。大概可以撑2个礼拜，还有好吃的蛋白质来源，牛肉可以煮牛肉面，还有加价购的这个古传卤肉，可以配农业部唯一能够配给你的饭。各位，我不是开玩笑，这个东西很好笑。我有一集想要做这个东西，可是一直拖着就忘了。就是你知道吗？台湾的农业部战时的时候，粮食配给是什么？配米给你。不是配蔬菜，不是配鱼，不是配牛肉、猪肉，它配米给你耶，各位，它配还没有煮熟的米耶，干我笑死了。所以请各位多多支持。还有这个，目前大概因为天候关系哦，所以是台湾最早出的大出的爱文芒果，狮子好忙，各位请赶快下定。那你现在下定了，预计就可以快快的拿到，这应该是小颗的啦，1箱6公斤24颗吧，我猜，就可以快快拿到好吃的爱文芒果了，请大家多多支持。哎呦，所以各位，如果打仗的话，你会需要有东西，总需要有东西配饭吧？我们先不管怎么把米煮熟，你需要有东西配饭啊。所以来，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进口的水果，你就点。有网友回应一下吧。这个我每次自己点那个 link tree 啊，就是我现在置顶的这个内容，每次都 low 半天呢，是我家有问题吗？你们回应一下。如果点了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相关的资料的话，请按个1；看不到请按2，好吧？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新技术，可以做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还有同样的，如果党配给你米吃不习惯，我们还有和敬制面多口味组合，请各位多多下单。太好了，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声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目前是很开心的0人在线上。不过 Facebook 很有趣，你可以看到即时的字幕，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享受各种新武器跟新技术。有人按不到，
好了，按一，好，你们很顺，但我家最近网络有问题啊，我上传键只剩2MB 耶，你说这个是什么鸟状况？当对岸也断网时，要用什么货币交易？没有办法啊。对岸如果遇到那种断网断电的时候，他们要国家力量介入了，因为太多数位化。来，我们接下来又要讲到，就是有人不服气。每次做这个战争分析，就是有人不服气，那不服就来辩。Air literal 叫做不服气的人。上一章讲到，扎卢日尼说机动战场的大规模机动已经死了，你想都不要想，没有这回事了。来，我们听听不服气的人怎么说，我们听听裁判怎么判。那所以我们再往下走，先把 Josie 8年观察的结果分享，核心理论讲清楚。他说，战场透明化拆开来是3个零件，第一个，更多更好的 sensor 感测器，无人机只是最上镜的那个，还有地面的声音感测器，空中的滑翔翼，甚至纸飞机。地上的侦测器，士兵身上的车上，这所有的资料都要统整。第二个，精准火力。第三个呢，要把前2个接起来的网路资料要从眼睛流到扳机的那一个神经。无人机为什么变成这场革命的代言人？因为它一台机器就把眼睛跟扣扳机那个 trigger 装在一起，好懂。但 Josie 特别警告，把整套系统的功劳记在单一武器头上。军事史上每次都把人家带到壕沟里面，跌翻车了。等下后面你会看到一个案例，然后是这8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新名词，就像刚刚网友讲的 ，air littoral 这个字是什么？叫做空中浅滩。空中浅滩什么意思？4000公尺以下的低空，现在跟4000公尺以上是2个世界。上面是 F-35预警机传统的 air superiority 的空优势界。Impalpable 说，请问朱大，上海同学怎么购买蜂蜜？好像是不能买，因为蜂蜜邮寄吃的东西好像不能跨境，所以很抱歉啊，不然摔破了我也交代不过去。或者是你再查一下，如果你查一下跨境的邮包可以寄蜂蜜的话，你就跟我讲，我帮你开一个特别管道，好不好？不然我担心吃的东西不行。罐头也许可以啊，但蜂蜜就不知道了。蜂蜜行不行？要问一下陈安人自己查一下。来。在4000公尺以下是几千美金一架的无人机跟打不完的防空火力，大飞机下来就被盯，就像大海区蓝水海军开到浅水区会被鱼雷跟小艇跟水雷围殴一样，大空军在低空的浅滩，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所以啊，大空军在低空的浅滩，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我有空优就赢了这句话，现在要打折，打多少折？以色列示范给你看。IDF 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有绝对空优，他现在还在打，因为纳坦雅胡如果不打了，就他妈要下台被关呐、他有最好的情报监视侦查，结果嘞，他的村子还是要步兵一个一个清，人还是会死。光靠空袭既赶不走真主党，也换不到政治结果。最近真主党还学乌克兰，用光纤无人机反咬以军，空优不是没用，是你能够换到的筹码变少了。好了，不服气人怎么说？无人机派说你的坦克死了啦 ，M1A2 没有用啊。同样的价钱，我可以派几十台地面机器人加一群攻击无人机，干嘛开坦克？不一定，看你的坦克聪不聪明。
2025年呢，乌军第20化机械化旅，因为机械化旅其实对乌克兰现在战况来讲，大部分都是无人机啊，不是那种传统的装甲旅，大部分无人机组成的第20机械化旅。他出过超过60架的 FPV 无人机啊，去拦2辆俄军的龟甲坦克。龟甲坦克就是什么东西？龟甲坦克呢，就是很好笑啊，就很丑，很丑，很丑。早知道我应该抓一张图才对。那个它外面装了铁皮铁网，所以当你的无人机弹药炸到铁网的时候，那个火力会就散掉了，没有办法破坏装甲。就最多热一下、烫一下，因为你的弹药没那么多。结果60打2，其中一辆还是差点突进乌军的后方，结果是他自己变速箱坏掉。干，就是俄罗斯的重工业为什么很拉垮、很拉垮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我以前记得。那谁刘宝杰每次都讲，他以前装甲兵的时候，就是要扫荡占领这个突击。对，龟甲坦克就不是龟甲副哦，是60台无人机对2台战车，竟然还有1台变速枪坏掉，不然就差点突进阵地啊！60架打不死2辆，所以坦克没死，它只是进化了。而且乌克兰好不容易打开突破口的时候，要往里面塞的时候，也还是坦克。所以我这样讲，台湾的 M1A2 如果不是很丑，那就表示他没有准备好作战。因为龟甲坦克就是丑，车体上方、侧方加了一大堆的金属板、额外装甲，然后你的那个无人机的弹药一台炸不穿呐、Violet 问说：“今天没目标，你中午嘛，中午不要定个目标让大家辛苦，你晚上再说好吧？晚上我再想一想，中午就让大家轻轻松松讲。” TW Christ 说：“学生说这里的俄罗斯的国产车品质真不好，对，所以结果他装甲很厚，他妈变速箱坏掉了。传统派是什么？美国前国防参谋长拉达金上将去年跟中国的军校生演讲，他说什么呢？”他说：“英国的战法会像以色列2024年打伊朗那样，单一架次一个晚上，远距离打击，把对方防空全部清空。”各位，这个将军是不是落后了？我之前还有朋友问我要不要去考无人机执照，我想说妈干，党会让我通过吗？但我觉得倒也无伤其实我应该去考一考，对不对？好 ，Tita 又叫我去系统里面操作了，说要操作一个拼图，来，好 ，Yes， 好，我要继续往下讲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件事情？很简单，因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有效的东西还是旧战术。你再听一下英国前国防参谋长拉达金上将，当将军跟你保证一个晚上就能够清空对方的时候，你回去看我前面怎么讲。小布希也保证过塔利班倒闭啊，这就是本事务所的官方翻译手法，屡试不爽。当你说我们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不缺电，我们的战力充足的时候，那100%有问题呀。那到底谁对？目前战场给出来的折中答案叫优势口袋，全面优势买不到了，就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砸几个礼拜做准备，做一个口袋，引诱对方的飞手炮击阵地声东击西，撕开一个口袋之后，装甲部队就冲进去，跑5到10公里。逼对方全面后撤。1918年的德军突击队战术，穿上2026年的衣服。最好笑也最不好笑的事情是，北约 NATO 自己下场测试的结果，
去年的刺猬演习，今年的瑞典极光演习，请乌克兰的无人机老手来当假想敌，测北约防线。瑞典官员的原话是说：“我们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他还补一句：“会痛的演习才学得到东西啊！美国学得更慢，因为美国几乎没有派活人进乌克兰蹲点。”结论是什么？透明战场的下半场比的不是谁买最贵的武器，而是谁先学会在被看见的世界里面打仗。目前的排名很讽刺，学最快的是正在流血的，学最慢的是预算最多的。你可以猜说，火山路上机动布雷系统还有用吗？没有用啊，人家不登陆了，你他妈布个屁雷呀！来，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台电不是跟着校长在那边做大内宣吗？说我们下一次愿意邀请黄仁勋去参观我们的核电厂，没有问题，连一般电厂也都可以。我这样说了，各位，我们大家也都在社会上混过。他妈，你要邀请黄仁勋来参观你的政府设施，尤其核电厂是政府的最高机密，你要邀请一个外国人来你这边看4个全部都荒废停机的核电厂，是要看个屁？你在骗谁？你在骗黄仁勋？你以为坚生晃妈他的在台湾的公司的员工都是猪吗？他的公关团队是纸糊的吗？不可能。然后这个是做给谁看？就跟赖校长说，我们诚挚邀请黄仁勋来看我们的电，因为黄仁勋在人家跟他讲说，台湾政府保证电力不会有问题的时候，他说什么 ？Maybe， 孩子啊，周玉蔻的判断还是对的，因为坚生晃根本瞧不起你的保证，他知道你在放屁。台湾没电就是没电，缺电就是缺电，不会因为你在那边大内宣青鸟蜂拥而上说干你啊，好棒棒啊，妈的！所以我们坚生晃来这边就是因为我们电够，不对，坚生晃来台湾就是要告诉你电不够，然后你不听，你在那边还要大内宣，你以为坚生晃不会拿到他的地区分析师说干坚生 William Lai is lying again。And the Thai power is also lying. They claim that they invited you to visit their facility, but there's no reason for you to join their propaganda. 因为赖校长跟台电这个东西他妈不是说给黄仁勋听的，操妈这个骗谁？他是说给台湾这些白痴青鸟听的。我就问一句。世界上市值最大公司的 CEO， 你要邀请他，你不会直接去他公司递邀请吗？你不会叫你的于大雷那个 Star Trek 看得不行，但是拿来瞎扯很厉害的于大雷，直接去他公司总部递邀请书嘛？结果嘞，第一个邀请书做不到，只会对媒体讲。林娘，你有种，台电就派你那个前科犯呐、争什么争？前科犯跑去夜市拦他嘛，然后跑去前面说police we Jensen we invite you to join our visitation of our facility。骗谁呀？妈，不要再瞎扯了，干随便。我今天就只是讲一讲啊，对，曾文生他妈有前科，你还担心被人家推挤吗？去冲啊！你看 NVIDIA 人会不会让你去？笑死人，根本不会，不可能让被给，人家才不会让你去嘞。你看赖校长见不见得到黄仁勋？黄仁勋到韩国、到其他各个国家是会见到他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台湾不会。而黄仁勋为什么听到你说电力够，他说 maybe， 因为 CC 位，因为所有台湾的供应链，搞不好连富霸王猪脚都跟他讲，我们电力不够，我们最近跳电。那你觉得坚生晃会相信你的宣传，还是他自己的情报来源？
BBD 说他儿子在台湾不对，现在好像又回去了。他儿子以前在台湾开夜店，好不好？当时大家一定后悔，怎么没有趁那个时间跪舔，甚至跟他结成伴侣。然后他女儿呢，我跟你讲最好笑，我前一阵看到有人在讲说，健身晃的女儿呢，上一次跟我们演讲的时候，分享她在公司多么认真，多么努力。她第一次被拉回 NVIDIA 的时候，每天都在会议的时候做报告、整理笔记，然后在 Google 上面查。3个月之后，渐渐的不用再查东西了，我觉得都很好。第二代怎么努力都很好，但我就问一句，健身晃是以骂记者著称的，世界上最著名的记者就是被健身晃骂了20分钟，骂到被赶出办公室，最后他出了一本书描述健身晃的发展，然后那个公安健身晃 NVIDIA 的公安说，你这样还好啦，还好，我们看过更夸张的。那这个才是真性情，好不好？我觉得啦，你如果不敢挑衅的问健身晃，那就失去了你记者的工作本质。要拍马屁需要记者拍啊，但等等，我们这个扯远了，而且我要讲的是，健身晃的女儿跟你讲说，她也很认真努力，我不反对，但是这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啦？这是一个几率性质的东西，你他妈精子跟卵子交互在一起，然后你投胎对了，所以你告诉我说你学到什么东西很好，但问题是，就跟你会看到台湾有人中了大乐透出来开课嘛？你不会啊，好不好？不知道，随便。坏掉龙九说监审请恕我拦轿啊，我想也不可能。来，鲁鲁米说麻烦大家多按赞，朱大辛苦了。YTC 说依比例换算，青壮男性折损。若考虑台湾人口密集于西部都市，这数字应该再产业一些。我跟你讲，我个人觉得不会啊。青鸟一遇到开战一定逃的，他可能在淡水河里面淹死的人数还远胜过可能在战争中战死的人数。他搞不好跑到苏澳外海，结果他被淹死了。何小 BB 说，无人载具最大的难题从来不是形式，而是通讯。而大陆已经在电战领域深耕多年，台湾投入越多国防资源在无人载具上，大陆越开心。一个一个点掉太麻烦，直接切断讯号，整个体系就瘫痪了。那还用说？而且还没有电呢，没有电可以帮无人机充电干，你要去买 Bayraktar 吗？我真不是骗你的。他女儿去那个法国蓝带考那个餐厨执照，然后好像也考上了，因为他爸跟他讲说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于是做了喜欢的事情之后，最后又回爸爸公司工作。好了，随便，这个再说吧。来，好了，我们要进入这个今年的期末考时间了。这个期末考就是这一个编辑呢，最后今年要离职了，他直接讲，伊朗一场由地表最强的2支空军用最高的科技不计一切代价的科技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叫 stalemate 僵局。僵局是什么僵局？僵局是很惨的僵局啊！我等一下跟各位报告这个数字好了，我现在先讲，先看美方公布的成绩单啊，史诗之怒行动 Operation Epic Fury， 美军打击了多少？13000个目标。以色列又加码了几千个，连哈米尼本人都被高科技追杀哦。以色列害进德黑兰的交通摄影机，用伊朗自己的监视器追踪伊朗最高领袖的车队，13000个目标。然后美国自己的情报评估说，伊朗还保有75%的飞弹发射器，70%的巡弋与弹道飞弹，长程的自杀无人机照样生产。荷姆兹海峡上面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挂着，伊朗的反击打到了美军的预警雷达，跑到油库、营房，还有预警机跟加油机，
军事效果不大，但打得到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讯号。只要官方跟你说战果丰硕、精准打击，你就要学会问一句：还剩几成？这是本台的逆向翻译机第一次出场。来，什么意思呢？各位赶快按个赞啊！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目前按了多少赞？我们多一点赞，今天中午的难得的比较深入、节奏缓慢的直播可以推出去，好吗？赶快按个赞，顺手按个赞啊！这个有人可以告诉我目前按赞数多少吗？来，有同学会说啊，打掉30%的飞弹很烂吗？历史上不烂啊。1991年的波湾战争呢，美军全力猎杀海山的飞毛腿飞弹，特种部队满沙漠到处跑来跑去，飞了超过1500个攻击架次。战后查证确认摧毁的发射车数量是多少？0啊！干，你不知道啊？没有人宣布这件事情啊。波湾战争确认摧毁的发射车数量是0。好，各位赶快按赞，目前已经425个赞，我们看看这一集能不能破500啦？破500就可以有比较多人看到，请大家按赞按起来。所以严格来讲，美军的确认摧毁率从0%进步到30%，技术上大跃进。但是战争不是跟自己的烂记录比赛，一个够狡猾的防守方，只要国土够大，山沟够多，就能够把整个飞弹武力藏好几个月。一个够狡猾的防守方啊，就让你2支地表最强的空军在头上找来走去，找不到。现在440了，各位赶快再多按赞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开枪理论哦。Getty 给这个病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Belloc Syndrome 贝洛克症候群。我把4件事情讲清楚。第一个，名字来自于英国作家贝洛克1898年的讽刺长诗，叫《现代旅人》。第二个，核心概念是什么？相信单方面砸向最现代、最有效率的暴力，必然能分出胜负。第三，为什么用在这里？因为从越战数尸体换奖章，阿富汗炸了20年，到伊朗以外3000个目标，全部都是同一个病的不同的发展。第四，那首诗最有名的2句哦，是主角面对的土著起义时候喃喃自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马克沁机枪是真的猛，欧洲人靠它血洗非洲。但诗的结局是，当被机枪保护的人全跑光之后，握着机枪的人自己死在那边。武器能赢下每一次的交火，赢不下那场战争啊！我先给你看一下杀戮链的后台有多狼狈。英国的目标作业用了超过270种应用程式，跑在20种互不相容的电脑系统上，系统接不起来怎么办？答案是一张有轮子的椅子，我没有开玩笑。军中的行话叫做旋转椅，一个参谋坐在椅子上，在2台不相容的终端机之间滑过来、滑过去、滑过来、滑过去，用人肉当传输线，在听直播公司 ERP 永远在转圈圈的各位，你看年预算几百亿美金的军队，跟你家公司用的是同一套土法炼钢啊！乌克兰开战那一阵子更妙 ，Maven 系统吐资料吐得太快，网络吞不下，前线还有紧急向卫星公司加购加密器，才能把目标资料送出去。美军的答案是什么？更多目标。你送得出来这么多，我们就打更多目标，打13000个目标不够，就把产生目标的速度加大。美军第56多域司令部的卡本特准将今年放话，他要他的单位每24小时开发至少1500个目标。他的同僚自己承认，这超出人类的能力范围。超出人类范围怎么办？用 AI 啊！美军的目标系统叫 Maven。根据记者 Manson 的新书 ，Maven 接上大型语言模型之后，梳理的点名的模型包括了法国的 Mistral、Anthropic 的 Cloud， 估计可以做到1天5000个目标。各位，小弟也要自首啊！我做这个节目脚本是 AI 协作的，我用的主 AI 叫做 Cloud。所以现在的分工是这样：同一家公司的模型，平日帮一个中年阿宅写直播稿。
接上 Maven 之后，帮五角大厦开杀戮清单，科学终将胜利，只是他没有说帮哪一家胜利。但冷静想一个问题哦 ，Epic Fury 一天400个目标打成这样，如果一天4000个会打赢吗？没有武器了，没有弹药了，还是只是把轰炸量当成战略的代用品，把一击击倒的神话升级成涌动的拳击机，一击打不倒你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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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打。越战数尸体，现在数目标 ，KPI 换了名字，并没换。最后补一刀核武的部分，3句讲完了。这8年呢、核武军控条约时代正式落幕，全世界的独裁者都看懂了一张对照表，放弃核武的海山被吊死啊，没有核武的哈米尼被自家的交通摄影机追杀，把核弹焊死在手上的金正恩活得好好的，还被当贵宾。下个礼拜习近平还要拜访北韩，这张对照表就是未来20年核扩散的招生简章。结论是，伊朗战争证明了透明革命的天花板。你看得到13000个目标，但你还是没有办法告诉大家，13000个目标没有办法导致胜利，火力解决不了统治的问题，演算法也不行，那既然都不行了，那他妈要怎么办？我不知道。Black Draco 说，诺曼底好歹有一条各种永备公司打造的大西洋壁垒，跟30万精锐德国国防军。台湾有什么嘴炮？有啊，嘴炮啊，就嘴炮，各种嘴炮。好，破500了，谢谢大家的按赞。来，这个逍 U Music 最近老是在追我们的直播，他一路追到很前面的直播去了。朱大中午也开播，你记得看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做过一集分析海南岛。刚才我们去过海南岛刚回来的网友说，这个我的分析让他觉得很讶异，觉得很正确，建议你看。来，马上就快要到后面了。这个后面是什么意思呢？后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终于讲到台湾啦，呀比，这代表我就要中午的直播就要下工了。来，这个是告别做的最后一页，谢谢任运抖了2颗宝石。任运以前是不是在 TikTok 上面？好 ，CO Young 在 TikTok 那边抖那一个爱我。来 ，Josie 的最后一页说的是台海，台湾就是这么的尴尬跟悲剧，人家要离职的心心念念想的还是台湾。而且我要先讲，这一张对在座每一个人来讲，没有一句是别人的事。不管你是对岸的网友，不管你是台湾的网友，我先讲，我们的直播现在有27%的流量来自于国外，我不再只是一个台湾的内容分析者，所以有时候你叫我谈太台湾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会有点尴尬，因为那不是我的观众，有1/3的观众看不懂，所以喵喵咪讲没错啊。蒋经国先生是真的真知灼见，他知道掌握核武才有筹码在国际喊话，所以美国才会把你的清华大学核武反应堆直接买起来。讲到那个海域要被日菲割让的那件事情，我们晚上的时候会讲。你不能怪日本，因为日本连高市早苗都快要完蛋了，他当然要想办法。来。Josie 在文章里面对解放军的判断是这样子：看着乌克兰战场的解放军，对于要去占领一个科技能力不输乌克兰的岛屿，很难乐观起来。他们其实相对保守，尤其他们的跨海补给线会暴露在潜舰面前。注意这个细节，潜舰是8年的战场透明化的革命最没有被攻克的平台。天上地下全被看光了，海面下还是一片浓雾。台湾海峡的物理事实是，解放军的每一艘运兵船都要从浓雾旁边开过去。哎呀，各位同学觉得稳了啊，稳的啊！台湾难怪要开海鲲，但是不好意思，海鲲现在只能潜50公尺，100公尺还潜不到。那100公尺潜不到，那什么小状况呢？那就表示人家照样看得很清楚，好吧？50公尺嘞，50公尺大概就15层楼深呐。而且为什么他最近说海象不稳，不能做测试？是因为50公尺照样会受到海面的海象波动。来，谢谢 James Sean 抖内的300颗宝石。来，不管
先不要因为有浅见就觉得稳了。接下来是 Josie 自己说的3盆冷水，每一盆冷水都是他的原话，我们一盆一盆跟各位分析。第一盆呢，2023年他接受 Medusa 专访，人家问他乌克兰经验能不能搬到台湾，他说会有严重的困难。乌克兰最大的福利是什么？是他背后巨大的陆地边界，隔壁就是波兰。来，包士力说他有他的利益，你有你的利益，难道台湾的利益相同吗？怎么能说不怪日本？干，因为你弱，因为你他妈执政的人白痴，你就是怪不了日本。因为你自己在那边跪舔说我乐见其成，人家根本5月28号之后知道高市早苗的民调在一直掉，他蓄意开始搞这个，要创造国际间的态势，要吃那些软弱的台湾人，所以你不能怪日本，因为台湾人自己软弱，活该被吃。你要我怎么怪日本？他妈的，你觉得台湾人有种去撞日本的海保厅的船吗？有种我们就厉害了，但偏偏就是没种。那你怪谁？你怪你自己呀！所以这没得讲的。干，我们身为一介屁民，我他妈怪日本哦！我能告诉你日本的真相，我已经是台湾最了不起了，还要讲？来，我继续往下讲啊。他说乌克兰最大的好运气是什么？是他背后那条巨大的陆地边界，隔壁就是波兰，就是北约的安全庇护所。西方武器源源不绝的用卡车、用火车运进来，而且俄军始终打不掉这条补给线。然后他补了最重的一句：中国掐断台湾补给线的能力，很可能远远超过俄罗斯掐乌克兰。而且我必须要讲，这个不是他讲的，是我昨天有一个前辈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俄罗斯什么就打，但是他不打乌克兰那边运过来的补给线，他不是打不到啊，而是他留了手。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俄罗斯要留个手，还是他把乌克兰当同胞在打，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把那边的乌克兰的边境进来的所有补给车队一律视作作战敌方，全炸掉的话，妈乌克兰靠什么运补啊？根本没有办法运补，好不好？你看。好啦，有那个妈这个对岸的屁民又在那边屁。我跟你讲，最棒的就是，如果你的知识等级没有到我这个等级，我根本懒得回你。你还在那边讲说你也是骗桂湾的一群二逼。台湾没有不重要，去问川普。台湾重不重要？只是你是一个软弱的重要。你把台湾你现在就炸空，你看全世界的科技会不会倒退10年？会嘛？那不重要是什么？那你的老二也不重要啊！你今天在网络上跟我在那边留言，你用到你老二吗？那我把你老二打掉了，你觉得痛不痛？屁民就不要把自己当成中央军委的高度，这种高度我见多了。回去好好的研究跟读书，也许有一天呢，你会发现，哎呀，我这么愚蠢跟无知，我竟然以为我可以跟中央军委平起平坐。中央军委都觉得台湾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不重要。那你觉得不重要，你不重要，好不好？来，所以我们要讲，乌克兰的背后是波兰，台湾的背后是海啊。第二盆冷水是什么？今年3月，伦敦的太空通讯展，这个主编又跑去参加，他发言了，他说乌克兰最大的教训是通讯，开战第一天还能对世界发声，乌克兰才撑住了自己，但开战前夕 Viasat 卫星网络都被害，是给所有人警告。讲到台湾，他说台湾可能不会想把命压在一家有着自己地缘政治优先顺序的美国公司身上。这句话在指谁，我就不替他翻译了，我也就不点名了。所以台湾在讲那个差 Starlink 差嘛几十倍的 Eutelsat， 在推中华电信的低轨卫星，但他的结论是台湾距离能在开战时保证通讯还有一大长条路。而且我最重要是跟你讲，日本跟韩国规定跟台湾一模模一样，就是 Starlink Elon Musk 的公司必须要在当地落地有自己的公司。但你去查一查，日本、韩国、菲律宾现在 Starlink 都落地了，台湾的 Starlink 不落地是因为我国政府不允许。开心了吧？
一边在靠北说吗？我们需要卫星，我们需要卫星。但全世界最强的 Starlink， 你不让它落地，你怪谁？去读资料就知道，是台湾政府不同意啊。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找到方向绕过去，但台湾就不要。他们觉得 Elon Musk 太亲中了，他们觉得你亲中我就不要用你的。但有没有想过，这把刀是刺在自己的大腿上啊？Elon Musk， 你不要靠近！我跟你讲，我疯起来，我连自己的腿都刺。我真心觉得，看笨到这种程度，吓死人，吓死人！随便来，第三盆冷水是2025年10月哦，这一个主编专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吕特对他的镜头说：“我绝对确信入侵台湾不会是一场单一战线的战争。什么意思？只要台海开打，俄罗斯会同时在欧洲再动手，把美军的注意力跟弹药撕成两半。再叠加 Josie 告别作里面提醒，日韩旁边还有一个极度不可测的永和玩家北韩呐。前面那句话又回来了。”前面那句话又回来了，没有人知道核战的红线画在哪边。台海那一局桌上坐的是3个核武玩家，而且你觉得俄罗斯不会趁着台海开战，同时在北方4岛那边发动吗？而北韩不会同时跟南韩解决领土争议吗？只要台海一开战，所有的盟邦，中方的盟邦都会蠢蠢欲动，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时机的时候，台湾还在那边讲说没有问题啊，美国一定会来救啊，太好了，哇，你这么开心真棒，你这么开心真棒，随便，我跟你讲，星链寄来不管多贵我都要用，但是问题是现在进不来，现在没办法在台湾买星链，你叫我怎么办？我以后还准备通通用星链开直播嘞。好了。第三盆冷水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恐怖。Josie 放在文章倒数第2段，美军自己很清楚海战打不起消耗战，所以构想是开战就闪电打击解放军的连接组织，指挥通讯决策系统，要让它整个让它整个瘫痪，而不是一艘一艘猎杀。听起来很聪明，对不对？问题来了，解放军拿来指挥舰队那套系统，跟拿来控制核武的系统是高度重叠的。Getty 的警告只有一句话：你以为你在拔对方网路线，对方以为你在拆他的核按钮，误判的风险是巨大。你敢动我核按钮，我就让你全家倒退回石器时代。所以各位，我们前面提到了，当年俄乌开战，差50%的几率就要丢核弹了。2022年10月，在克里米亚丢过一次这个硬币丢。台海开战的话，那门铜板会在开战的第1个小时就被放上桌。台湾自己该怎么打？美国智库 CNAS 今年2月给了一个共享，名字取得很直白，叫地狱景象，用数千架的空中、水面、水下无人机把台湾海峡变成3层的死亡走廊，最外层80到40公里，长程无人机耗光对方的拦截弹，中层呢？中层是什么？中层同样的35到5公里，水雷把登陆艇逼近预设的屠宰项。讲白话，把乌克兰那条30公里的杀戮带平移到海峡上，把每一艘登陆舰都当一次龟甲坦克，只是海上的坦克沉了就是沉了。那人家就不要派登陆舰啊！而且 Hellscape 是一个精准的预言，就是你要把台湾整个化成炼狱火海，你就化。但你觉得你的人命跟地狱火海你比起来，哪一个值得呢？来，我们接回最开头，1944年6月6号，诺曼底为什么成功？因为诺曼底的雾是真的，因为希特勒看不到那15万人在哪里。82年后，习主席如果要打他的诺曼底，
它面对的是一条每一平方公尺都被看见的海峡，卫星看的船坞，无人机看的航线，水下听的螺旋桨。Fortitude 的欺敌作战在2026年是不可能的，你藏不住15万人，你连藏个营都很勉强。但是在听直播已经准备放鞭炮的各位，等价交换的账单还没给你看，同一片透明也照着我们，你每一个这个 Paladin 的自走炮，每一个 HIMARS 的多管火箭发射器，人家都清清楚楚知道你在哪里。我们的机场、雷达、电厂、港口，在对方眼里一样是摊开来的。透明战场没有护身符，他只发考卷，考的是谁先学会在被看见的世界里面活下来。乌克兰用30万个家庭的代价学了4年，台湾呢？台湾连开战第一天还能不能上网对世界直播这一题，按 Josie 的判断都还没有把握。结论是什么？台海是打不成的诺曼底对进攻方式，但对方打不成诺曼底跟我们扛得住封锁是2道不同的考题。第二题，我们还不知道准备到哪里去，人家可以不打诺曼底呀，听懂了吗？人家不用跟你打登陆战呐，那人家不用跟你打登陆战，你还在那边做诺曼底的假设，你是妈疯了还是蠢了？来，我们继续往下走。既然讲到这里，我们也快要结束了。讲到这里嘞，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来把这8年的账总结算一次。2018年 ，Shawshank Josie 从智库走进编辑部，全世界以为大国战争是历史名词。2026年他离任，地球上同时烧着65场国家级武装冲突。1946年有记录以来最多，8场是国家打国家。看好了，这不是世界偶尔倒霉，这是趋势翻转。哈佛的平克教授那一本《人类越来越和平》的书，被现实当成垫桌脚的那个垫高机啊！这8年他看到了什么？我帮你浓缩成3行。第一行，战场变透明了，感测器加精准火力加网络，藏不住的不只是坦克，是每一个人。诺曼底式的奇袭从军事选项变成一个历史名词，而且是一个好笑的历史名词。第二，战争变便宜了。TB2 用消费电子供应链开了头 ，FP1 把单兵猎杀压到$3000一次，入场券变便宜，战争就变多。65场的战争就是这么来的。第三，领袖没有变聪明，普丁呢以为3天可以拿下基辅，结果打成140万死伤。川普以为13000个目标能够换来屈服，结果换来的是将军。Josie 的结语我直接念：政治领袖似乎仍然迷信那个危险的幻局，科技会给他们致命一击。8年了，2场大战，无数证据，贝洛克症候群一个都没治好。然后是这一个主编最后的下一步，他没有退休，他没有去写回忆录。经济学人宣布 Shawshank Josie 调任华府分社社长。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分析一下这个人的人事案。一个看了8年战争的人，看完了基辅，看完了德黑兰，亲自来看过台北，然后他编辑部把他派去哪里？派去华盛顿。下一场战争被决定的地方，他的告别作最后一段警告是：台海是他本人正要坐进那个会决定台海状况的城市。这不是退场，这是换到裁判席旁边的位置。我们判断就3件事情，讲完收工。第一个，真相总是伤人。台海对进攻方是打不成的诺曼底，这是真的。但对于台湾来讲，是一场躲不掉的封锁战。而 Josie 3盆冷水告诉你，补给、通讯、多战线，我们一题都没有准备好。引用他的话，不是长他人志气，是因为他没有理由骗台湾人，他连自己的读者都不哄，而台湾一堆人在骗你，各种各样的骗。那我们就说真话，说真话不见得能够赚钱，但说真话晚上可以睡比较好。我昨天晚上睡7个小时，我觉得好开心。但是我昨天晚上淋雨回到家，因为他妈的做完直播之后出去下大雨，下大雨之后叫 Uber 叫不到，然后我想说我可以坐公车，结果公车就在我面前坏了，于是我只好淋雨走回家，淋得我死去活来。但是我还是把字幕都上完之后才去睡觉。来，第二个，科学终将胜利。透明战场不是理论，是物理，是电磁波的物理学。电磁波不会因为你的意识形态绕路，卫星不会因为你投给谁就闭眼，谁先接受物理谁活得久。第三个，
等价交换，诺曼底的代价是奥马哈滩头一个早上几千条人命。乌克兰学会透明战场的学费是每16个青壮男性折损一个。台湾想要不付这种学费的唯一办法，是在和平的时候先缴给训练，缴给兵员，缴给他妈给你的士兵加薪呐！你他妈买了武器，没有人操纵，士气烂成一团。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基层的排长，他说他的部队啊已经烂到那个叫什么率，就是他部队满编100人，他只有75人呐、那你这样怎么打仗？有1/4人不见了呢。那所以你要把这些钱缴给那些不性感、不上新闻、选举加不了分的东西呀、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先付跟后付的差别。你买那么多先进的武器，GPS 一弄就弄死了。后来你付的利息啊，就是人类自己付的，是中华民国国民啊，边线比啊，边线比。82年前，今天中午1小时之前，15万人冲上滩头，因为有人替他们把雾造好了。82年后的今天中午，雾没有了，每一个人还在跟你保证1个晚上就能解决那些人，不管他坐在莫斯科、华盛顿还是北京，都是贝洛克笔下那个抱着马克沁机枪的男人。雾散了之后，没有奇袭，没有侥幸，也没人替你造雾，滩头上站的只剩下准备好的人。所以今天的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啦，但我们也要开始贴一个红钱的狗皮膏药啊。那所以各位，这个趋势就是台湾现在非常险峻，而台湾现在你看到事实都是政治宣传，都是 propaganda。都是各种各样的欺骗，让你看不到真相。那所以你还要在那边吹，那是你家的事。我觉得现在吹不了，了。我的工作就是让你看到真相，山仔医生的状况下，就像抢救雷恩大兵里面，一个兵全身挂子弹，但一发都没打出去，眼睁睁看着队友一个一个躺下。我觉得就是这样，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今天中午特别加强了这一集直播呢，就是为了要让各位知道更多新的东西。这个我先跟各位讲，我们问一下吧。以后你如果周末希望，我这个没办法保证，因为我人力有限，希望能够中午也有直播，而且你愿意来听、愿意按赞的，请按1。我们来看看人力有多少。你一边在讲，我就看看我的微信跟我的支付宝有没有红钱跑进来。来，好的，目前没有红钱，开心。然后，点错了，我看看我支付宝有没有红钱呢？也没有红钱，也是一个很棒的。有一个，这个该笔收款的行情，收款的内容是什么什么羊？谢谢你的抖内。然后昨天也有什么什么名说校长只适合当里长。我昨天有念过这一个，好。不管，我看看昨天有这个白小洛说明天加开一场赚到了，抖给敬业猪。不知道白小洛有没有在网上啊？没看到他。昨天也有网友抖不少，我看一下详情，那个已经下工的时候才抖，然后我后来被雨淋个半死的时候他才抖。什么照？谢谢你的抖内，而且他每次都抖100块，我真的是想要这个做。有网友问说书能寄到对岸吗？我想买，有这个我问过了，可以寄，我们会开一个选项让你可以在对岸可以买，但是你要等一下，因为那个选项还没开完，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那目前没有其他红钱了。运送。来，
预购数量已经更新了，运送新增2岸1小包，所以各位如果想要买书的话，对岸也可以送啊。但是很抱歉，这个很抱歉，但是要等书到了。我看一下哦，有很多人订了芒果，还有福利社书城。来，我们转给浩克，浩克赶快有空要记得出你的纯味家，好吧？我们现在还是要非常感谢浩克。那因为没有浩克呢，我们的纯味家就不能，没有浩克的纯味家，他就没有零用钱，请大家多多支援。好，那我又听到了外面的雷声啦，妈呀，等一下又要下大雨啦。我看一下哈，来，下礼拜我就再去搬那个蜂蜜了。干。不能抖内的，麻烦热推。这个花花鱼说，朱大过阵子不晓得可不可以去看 B 站，基隆还阳光普照嘞。好，如果中午是配饭吃，对啦，只能周末中午啦，平常也没办法。支付宝那20是要给你儿子买战斗陀螺的，看真假的。支付宝到啊，靠腰。好，谢谢什么什么羊。等一下，支付宝。好哦，要买战斗陀螺是吧？这个什么玉说看了个结尾，一会儿再补看，这应该是个正妹啊。但是为什么我台的正妹都那么难以预料呢？好了，什么东？好，各位，最后了，而且我支付宝没有收到20元，你抖到哪里去了？来，最后我们要投票了。如果今天你觉得内容好，然后讲的也好的话，请按1；如果你觉得内容好但讲的不好，请按2；如果你觉得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请按3。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状况。晚上要听高4了哦。那等下这个影片直播结束之后，就自动跳到高4扫描直播，你就按订阅，然后按加。你搞错了，高4有什么好讲的？我跟你讲，那故事可精彩了。高4他妈快要完蛋了，你知道？他因为在那个议院虚假答询，有可能被彻底剥夺公权呢，就他政治生涯可能彻底完蛋呢。谢谢我的抖内，所以你说精不精彩？我告诉你，可精彩了，可精彩了。你说这个题目晚上讲比较多人可以听到，但也没办法嘛，妈我时间塞不下呀。等等，来回味一下《Band of Brothers》，真的 BBD 你不知道对不对？你晚上来听就知道了。我跟你讲，高4现在走投无路啊，他的网军反扑咬他了啦，好多妈荒谬的东西啊！而且他不是单纯因为中国的反制而完蛋，他是因为他自己背叛自己的网军，说要给人家出那个加密货币，就最后不出了。干他的故事可多了嘞，超好笑的。好了，我要走了，跟大家说这个拜拜。拜。